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在海南带大家体验一下吉利银河首款纯电 SUV 银河 E5。OK， 还是一样，今天第一视角带大家看一下。首先来看一下吉利银河的这个钥匙，就是它的银河的标，然后反面3个按钮，质感还可以啊，圆圆的，手感还是不错的。再来看一下吉利银河这款车，我们拿到的是这款银色的顶配，也就是新建版本，预售价是15.7万的这个版本。先来从它的外观看起啊。整个前脸还是银河这种家族式的设计，比较简单，因为它是一款纯电 SUV 嘛。还有这个灯，官方说这叫什么？飞檐虎视，这个灯里面一个透镜，一个日行灯。OK， 那下面你看啊，下面我在开的时候，下面有一个这种 C 型的这个灯，看到没有？像一个须，但它还是有一个分段的，你看这边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个，对吧？不一样，它不是整个都是一个细条。这边有一个装饰，这个是装饰，下面就是进风口，整个外观还是跟银河家族很像，就是很简约。然后再来到它的侧面 ，OK， 侧面的话，它就是一个 A 级的 SUV。可以看到，它的轴距是2750毫米，然后整个车宽是1.9米，然后车高是1670毫米。再来看到它的尾部，它的尾部是一个贯穿尾灯，我给大家看一下点亮的这个效果，看到没有？它有个点亮的动画。OK， 我们拉近来看一下，之前的那个，我记得 E8还是 L7，它这边是那个吉利的这个英文标嘛，然后它把它改成这种，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，啊，15个这种点，然后，侧面很像那个，对吧？这个灯很像啊，但是它做了处理啊，它里面还是分段的，你看，一段一段的，啊，而且点亮是有一个动画效果的，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。官方把这款后尾灯，贯穿式后尾灯称作旭日东升，你别说，这名字还挺好听的。整个尾部呢比较圆润，啊，比较整。我觉得尾部是比前脸是要好看一点的，真的。这后面的这个雨刮，然后这个是刹车灯，对吧？高位刹车灯。OK， 尾部比较简单一点。来看一下它的轮毂，我们拿到的是顶配啊，它这个是235/50/19寸的，好，一个这种半隐藏式的这种门把手，弹开式的。它现在预售阶段总共是有5款配置啊，分别有2个续航，一个是440，一个是530。分440里面有2款配置，530里面有3款配置，然后整个车身颜色是有8种，红、粉、灰、绿、白、黑、银。我们今天拿到的就是这款银色，然后其中它里面绿色是分天青绿和极光绿。右边啊，充电口，快慢充的充电口，它这种形状还是比较独特的啊。那这样充电的话，如果线不够长，得把车这样头朝充电桩，然后来充。这款吉利银河 E5 目前的预售价是12.3万元到15.7万元，等正式上市后估计会降个1万块钱左右。而且它目前使用的是 GEA 新能源架构，还是首次搭载 C2B 电池车身一体化的一个技术，真正做到了50:50的黄金轴荷比。再加上这一次使用的是最新一代刀片式的神盾短刀电池，电芯的能量密度可以达到192瓦时每千克，在30%到80%的充电时间仅需要20分钟。搭配银河11合一智能的一个电驱，最大功率160千瓦，然后最大扭矩可以达到320牛米，100公里加速可以达到最快6.75秒，官方宣传的是6.9秒啊。然后麋鹿成绩是做到了78千米。最高的极速是180千米每小时，这个成绩还是非常不错的。接下来进入到车内，然后走进，拉开座椅的一个舒适进入，它这边会有往后仰，看到没有？
因为我们今天拿到的是顶配版本，所以它的配置非常的高。门板这种淡蓝色、深蓝色吧，有一点点蓝，然后再加上这种白内，加上这种对吧装饰板，真的很简约啊。然后说真的还蛮好看的。白内的车真的是很好看，但是真的要家用的话，我不建议大家买白内，因为过不了多久就会脏掉。OK， 进入到车内来看一下啊。头枕音箱，它这边你开车导航的话，对吧？对着你耳朵这边，你能听得更清楚，而且也不会打扰副驾或者是其他乘客。再来看一下这座椅的缝线，对吧？你看已经有点脏了，你们浅浅的看一下，有点灰灰的感觉，不是那么的白。啊，这边还有一个吉利银河的这个标志啊，这个还挺有意思的。OK， 座椅说完了吧，再来说一下这个门板这边吧。门板这边是皮质的包裹，然后这边是塑料，这边也是皮质的包裹，塑料。这个是应该那个叫搪塑。然后它门把手是这样子的。好，接着它这一块车窗的按钮是这样的，看到没有？车窗就下来了。前排是一个单层的，那后排就不用看了，肯定是个单层的。这个逻辑需要大家去适应一下，而且这个它这块好短啊，它可能是因为这个设计啊，它只能到这儿，看到没有？这个是门把手，我觉得可以把它切到这儿，然后把这个放大，但这个也不需要做的太大啊。然后你看，它已经用汉字了，很多地方都是用的汉字。这个是个旋钮，然后对吧？去调节这个后视镜的，然后后视镜有一个盲区，这个灯会亮。就这个白色的区域，OK， 除了这个汉字，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它方向盘上，看到没有？定制、取消、语音、菜单，这些都是汉字啊。好，进入到车内，我给大家看一下，抓住这边，好，进来，然后舒适归位，座椅的舒适归位，它这边门板上的这个储物空间还是非常大的啊。这个氛围灯看到没有？氛围灯这边是稍微门板上是有点短的，但是整个它这个是个贯穿的，这边不是很明显。到时候我给大家找一个环境拍一下氛围灯。这是它的音箱 HUD 你看着有点小啊，然后看这个字体还行吧，也不是特别的大，但是能用。屏幕左边时速之类的，然后右边那个本次行驶里程啊，这是我们今天开的里程，这边是可以调的，看一下，然后呼出来之后，胎压、音乐，然后电耗，然后里程，好，然后它这个转向杆它是没有限位的，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，看到没有？它怎么弄它都是弹回来的，然后比较注意的就是它这个，你往右边，它的声音就会在右侧这一块，然后你往左边，它的声音就会在这一侧。所以你的听觉上你是能听到这个方向盘的声音，不对，你是能听到这个转向灯声音的一个变化。这一点还是蛮好的，而且它 HUD 你看 HUD 也会有转向灯， HUD 还会有导航，比如说路口啊、倒计时啊、红绿灯倒计时啊也会有，这一点还是比较好的。然后这边是一个怀档啊，我给大家看一下 D， 然后 N， 这是 R， 这个清晰度还可以吧。再来看一下这个360，我们现在开的是这个，你看这个速度没得说啊。领克跟它一样的，就是吉利嘛，它都是用的这个 Flyme Auto 的这个车机系统，流畅度这个真没得说，而且是车机互联这方面的确做的可以。待会儿给大家再展示吧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方向盘，整个方向盘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形状啊，上面是比较大的，下面是比较窄的这种设计。类似于低吧，但是又不像低，然后它上面也有点小平啊，这边是有凹槽的，这些设计还是可以的，就是握感会比较舒服，但是它整个方向盘是异形的那种，就有点比较这种简约的设计吧，而且它这边对吧是整体的这种按钮，它整个会动，看到没有？这个是定速巡航的啊，然后这边就是菜单页面的这个设置，方向盘就是这样。然后下面是调节它的高低，然后上下这一块。OK， 方向盘讲完了之后，我们再来进到其他的地方。中控
这边你看就比较简单，就是这种仿木纹的，然后这上面还有一点设计，看到没有？还有点设计的这种元素。这边还有一个吉利银河的 logo， 打开里面是2个杯架，但是深度很浅啊，很浅，一个手指吧，一个手指头。这个可以，我觉得可以弄一个那种升降比较高一点的，这样我们放那种瓶子的时候会好一点。不然，比如说我现在拿个瓶子，对吧？这就很高，但是它的挂档不在这边啊。挂档是这个，如果有一些车的挂档在这边的话，这个高瓶子的确不好。如果能缩下去，缩到这，对吧？手放在这边还是非常舒服的。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插卡片的地方，然后手机超级快充，你看最高50瓦。我们今天还配了这个魅族手机，这个魅族手机你别说，还真挺好看的。魅族这个手机还真挺好看的，对吧？左边是50瓦的快充，然后应该也是有风冷的，看到没有？有风冷，这个位置就很好，它有一个斜度，如果你刹车的话，它最多你看这样，对吧？也不会往前飞走，还可以，甚至还可以再放一个，对吧？也是可以的。里面是它的一个储藏箱的一个空间，还行吧，不是特别大，但是能放一些东西。然后我们再来看到前面，刚才我们说到魅族手机啊，然后我们车机系统也是支持互联的，我觉得魅族这方面就做得很不错。我们先来展示给大家看一下哦，看到了吗？无界桌面，立即体验，它立马能搜到附近的这个手机，然后进行互联。OK， 你看这边银河E5已连接，看到没有？现在的这个画面就是手机的这个画面，而且还可以换，换成这种类似平板的，而且它这个屏幕是 2.5K 的超高清的一个屏幕啊，真的非常清楚。你们看，就是你视觉上的观感会很舒服。哎呦，它退出了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随便找一个应用吧哈，因为我也没有试过，我就随机的先找一个相机，好吧？哦，它是调用了这个相机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嘿嘿，有意思。那这样的话，你看在车内就能看到，这样的话，对于我们自媒体来说，我可以把这个手机挂在车后面，我还可以监视它的那个录像的，对吧？而且延迟，大家看嘛，这延迟可以吧？速度还是很可以的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看其他的功能。那其他的功能，我觉得都没必要看了，视频都这么流畅，对吧？最有意思的是它这个可以分成手机的这个页面，你看到没有？手机是什么页面，它就是什么页面，这个蛮有意思的。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，这个车机里面，看地图桌面，就是它整个桌面会换成地图，看到没有？整个流畅度还是可以的吧？但是它这个桌面切换需要一点时间。然后它这边有 HUD 啊、主驾通风啊、按摩啊、天窗啊，以及一些调节。它现在在充电，模式的调节。我们再来看一下设置里面的一些情况啊。设置里面，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是手机页面啊，魅族嘛，2111就是这个手机的名字啊。我们这个是车机的页面，你自己来看一下，也是这样的上下滚动的。它的这些功能自动泊车之类的，全景声、浏览器、蓝牙音乐、QQ 音乐、地图，对吧？场景助手、360，车辆色子，歌开了。OK， 我们再来回到这个设置回到设置页面，你看，在这边，对吧？这些调节，包括车外扬声器，这个也是可以的。礼让行人，在外面就能听到。待会儿我们去外面拍这个给大家看一下空间音效这些车辆设置，看 HUD，它这个设计还是就是跟领克的那个，对吧？因为他们都是 Flyme Auto 的这个系统嘛。然后这一次系统的搭载依旧是7纳米技术的国产龙鹰1号，比815是要快的，我的观感上是要快一点的，而且这个屏幕非常清楚，运行起来还是很给力的。我以为没有调到最亮了，我想把它调到最亮。然后它的整个驾驶模式是有3种：节能、舒适、运动。我个人还是建议运动模式，然后能量回收调到低，这样符合
油车的一个驾驶的状态。然后转向助力舒适就可以。制动踏板呢选运动，因为舒适的话它前段会比较积极，就不太适应一些陡坡缓降啊、车身稳定啊、自动驻车啊，然后灯光对吧？这边调节都是可以的。辅助驾驶这个调节语言、语音对吧？聆听时长这些，给大家展示一下啊。你好，银河。加请说。打开副驾车窗，空调15度。车窗开了，温度最低。温度25度，关闭副驾车窗，播放音乐夜曲。温度里找到周杰伦的歌曲了，咱们一起听。关闭音乐。OK。退下吧。下次见。它这个速度还是可以的，因为它能支持很多项，我这边就不试了。这个其实没什么好说的，因为我觉得它这个车机现在已经做得很可以，包括它这个语速还可以调节还可以车外语音，车外语音可以，待会儿在车外唤醒。再来给大家试一下这个比较有意思的车外扬声器。我们现在在车外播放，先打个招呼。Hello， 又见面了。我这边有个麦，然后外面还有一个麦，所以能听得很清楚。再来一个。喂，这个团体村民注意了啊！喂，这个团体村民注意了啊！走一走看看，全部大甩卖了。谢谢礼让，一路顺风。请您先行，注意安全。倒车危险，请注意安全。显示，然后声音连接 Family Link， 这就是这个手机刚刚在连接了，看到没有？我的汽车这一页，然后还有一个页面就是能量中心嘛，这一块，看到吗？它可以开启超级续航，就是把一些东西给关了，然后一个行程的统计，这是我们今天开的一个行程，大概是这样子。我觉得它的这个整个 UI 的这个逻辑还是不错的，但是还是需要一定时间去适应它。空调页面一打就开，这个空调这个数字特别大然后座椅、前排通风加热、按摩都有的，是吧？副驾还有一个腿托，看到没有？腿托然后这个也可以这样调节，就快速的调节，看到没有？很快的。这也是 OK， 然后这一部分就说到这边吧，再往下走，这边就是空调的面板的调节，快速调节，开关空调、自动空调、内外循环，然后前挡除雾。我们来看一下它车机的互联互传，然后我们现在手机上有一个照片，这个是魅族的手机，魅族，比如说这张照片3指往上一滑，看它有个动效，然后就传上来了，看到没有？就是这张照片。然后这是他们的手机，这边，这个小窗很有意思啊，它可以插掉。比如说我现在播放歌曲，其实它也是一个小窗的模式，很大，也是一个小窗的模式，也可以支持放大。然后我们退出，再把这个小窗调出来，点这个，不对，点这个，它就说缩小，而且随便都可以放，这一点就会非常棒啊。看放在副驾来用，然后打开它就是一个大的，然后方便操作。这个按钮我没有进行详细的说我发现它有个功能就是长按，它可以切换你想调节的东西，比如说我们现在是风量，我把它调成桌面主题，你只需要短按，然后它就会呼出这些东西，这样旋，这样你可以调任意一个，我把它调这个然后你再长按，我们再呼出来，再看一下其他的，比如说温度，插掉，你只需要按一下，然后调节就行。按一下之后，然后这边就会跳出来这个温度，旋你就可以调。这个适合盲操啊，这个自定义还是挺好的，再自定义一下，长按，
哎，车外扬声器这些，比如说我选个氛围灯模式吧，然后这个要插掉，短按。它有呼吸渐变、双色交替、纯色、关闭，然后这些每个都试一下。车外扬声器来试一下这个，短按。哦，这个可以快速的这个。还有一个什么？这个16扬虚拟声场没事，试一下。该功能不可用，应该是这个状态下是不可用的。上面还有一个全景天窗，然后这个天窗带打开的。遮阳帘我们把它打开到最大，看一下它的这个效果，采光还是很好。夏天热的话，你就可以把遮阳帘全关上，这一点还是不错的。速度也很快，看这就关上了。好的，我们再来看一下手头箱，也是一个纯白的一个，这边都是皮质包裹，内饰的这种豪华感还是做的不错的啊。我们把这个东西拿走啊，再来看一下副驾这一块。这个是有腿托的，这边你看延续下去。我们再来看一下它这个按摩副驾蛇形，我真的建议你们线下去体验一下这个副驾的这个按摩，力度非常可以。你看它这个都能抓到它这个，真的这个力度就是这个，它其实就是充气的嘛，跟气囊一样，把每个里面充满气。它这个力度包括它的整个面积都是很大的，而且很舒服，真可以。副驾按摩真的得试一下，主驾也有啊，因为我们今天拿到是顶配化妆灯，然后这个没有这种手动的，那这边是一个自动的防眩目啊，前面还有个记录仪在这边，给大家看一下，看得到吗？这 OK， 再来看主驾这边它没有了这个啊扶手啊，这边搞一个眼镜盒也是挺好的呀，副驾是有的，大概率这个车型是国内卖，它这边做了优化啊，这个都是一样的，化妆灯、化妆镜打开，好，常规的，它这个好厚啊，好厚实。顶上就是一个灯，然后一个双闪，这个双闪的位置还是比较大的啊。我的建议还是把双闪放在这种地方会好一点，真的，因为抬头需要时间反应。OK， 前排基本上就是这样了吧？我们打开车门啊，座椅它有一个舒适的退出。再来看一下里面，这边看到没有？它还有个储物的，这边有个 USB 和 Type C 的一个接口，那边是 USB， 这边 Type C，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点烟器，这个空间还可以吧？这个储物空间。好了，前排看完了，我们直接到后排来感受一下。后排也是一样的，白内。它整个都是统一的颜色。OK， 我们把它弄一下。它这边背托，对吧？后面它这个座椅是支持2种角度调节的啊，这是1档，然后2档啊，你可以调到自己舒适的一个模式下面。再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坐垫，这个厚度还是可以啊，我们来坐上去感受一下。哦哟，哎呀，还是挺舒服的，这个舒服还是很舒服的。因为我个子不是很高，我1.7米，所以它这个还是能包裹到我的。就有些人可能个子高嘛，它这边是悬空的这一块啊，你还得线下来体验一下。但是如果你开车的话，那倒没事啊。这边后面还是这种皮质的，不是网兜，地排是这种纯平的，然后这个脚垫都是纯平的，大概2拳多吧，接近3拳，这个空间做个参考吧。头顶的话，我们来看一下头顶啊，头顶大概1拳半的样子，也是做个参考啊，大家可以自己来试一下。后面还有一个空调出风口，下面有一个 USB 和 Type C 的一个接口，这边还有一个放手机的地方啊。比较有意思的是，它这边还有一个储物的空间啊，我看一下，因为我第一次用啊，可能不太好
弄出来。哎，哦呀，哎，需要一点技巧。哎，这个空间还是很大的啊，整个空间还是很大的。然后 Max 最大限重2.5千克，你放点小东西还是不错的啊。我还没觉得这个大呢，你来看一下这个，对吧？我们给大家一个全景，这个宽度还是可以的，和前面的这个比较一下，它是有一个技巧，它是往上提一下，啊，你这样直着抠反而抠不出来，你得往上提，哎，哦，对，它里面有个往上的这个按钮，不是往上提，是往上的一个按钮，然后往后拉，哎呦，熟练了就好了。其实整个后排的腿部空间和头部空间都是蛮大的，虽然它只是一个 A 级的 SUV， 但是我觉得这个空间完全可以达到 B 级了。它宣传也是这样宣传的。OK， 最后的最后再来看一下后备箱吧。后备箱我拿手机钥匙给大家解一下。手机的哦，这不是，再拿这个实体钥匙，不是手机的钥匙，长按然后就可以打开。这个后备箱你看一下它的这个高度和宽度，还可以吧？你看一下这个边上，对吧？它这个宽度还可以吧？这边还有个灯，然后挂钩、音响。哎，这边还有个储物，看到吗？这个储物也挺深的，上面有一个挂钩，拉开，哇，震惊我了！这下面的这个空间有点大呀。怎么说呢？就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一辆 SUV 它下沉的就是后备箱空间这么大。这个空间我上次见还是在塞纳的那个上面，因为塞纳那个后面可以放下，然后它可以把那个座椅伸进去，或者是把行李箱放在下面。哇，这空间大概30厘米吧，就从这上面下去，估计得50厘米。然后那边还有点空间。这个角度看的话，应该会更加直观一点。哇，这个空间真的有点惊人。我们再来把这个座椅放倒给大家看一下啊。座椅放倒直接从这边拨一下，它还是就是46比例的一个放倒，对吧？46比例的一个放倒，不是全部放倒的那种。我们今天就是一镜到底啊，给大家说。OK， 然后这边也是拨一下，整个就放倒了。然后我们把东西稍微拿一下，把伞拿一下。我们先来看一下这边，它有一个整齐程度，是稍微有一点点斜的。我们再来后面看一下。哦，我那个是稍微有点没有放下去，来看一下，对，你尽量让它平一点。OK，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。给一个这个视角，你可以清楚的看到，对吧？后面的这个靠背是有一点角度的，接近于纯平吧，但是这个空间绝对是够用的。如果我躺进去，我来看一下，给大家看一下我躺进去的一个效果。好，我现在直接进去躺一下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空间。就是怎么说呢？1.7米，头部还有2拳吧，然后脚差不多正好，看一下脚，差不多正好到这。对吧？如果买一个气垫的话，或者把这个头枕反过来靠在这边，我觉得是够用的。反正你个子如果不超过1.75米，绝对是够用的。这个后备箱空间还是很大的。刚才那个下沉式的这个后备箱没给大家看清楚啊，你后退一下，给大家感受一下啊。我拿一个比较有标准性的这个吧，这个警示牌，我目测的应该有50厘米吧。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我们来试一下，看啊，看到没有？它这个深度，对吧？非常非常的深。除了这一块，这里面你看，这里面也是一个空间，而且这个警示牌是这样吸在上面的，啊，这后面的空间是真的很大。一个电动的。OK。今天的银河E5的介绍就到这边了，有兴趣的可以线下去看一看，试驾一下。这个车现在也已经到店了。那么今天就这样，拜拜。